这是一个挖掘机的模型，主色调黄色；这是一辆推土车玩具，主色调黄色；这是你能够在各种工地上见到的工程设备，主色调还是黄色。为什么这些工程设备和工程车辆都是黄色的呢？今天我们就回到过去，追溯他们开始的起点，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其实，在工程设备的早期阶段制造商并没有对这些大家伙使用统一的颜色，各种颜色，包括红色、绿色、灰色，都会被涂在他们的身上。像黄色的统一转变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卡特彼勒就是大写的 CAT， 常常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推广黄色工程机械的公司之一了。1931年，卡特彼勒做了一个突破性的决定将其生产的设备的颜色改为公路黄，又叫做 Highway Yellow。高速公路黄。为什么要做此调整呢？因为卡特彼勒希望找到一种不仅美观，而且在白天和夜晚都能够提供最佳可见度的颜色。经过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最终选择了黄色但是这个黄色呢，又不是普通的黄色而是由卡特彼勒的油漆专家所开发的独特的公路黄色调。这种明亮醒目的黄色不仅能够引人注目，而且被证明了在复杂的施工场景下拥有高度的可见性，因此有效地解决了安全问题。工程设备行业的一次历史性创新诞生了，然后我职业生涯的一次历史性创新也诞生了。朋友们要记住每周1、3、5晚上8点我都会来直播的，你们要记得来看哦。除了使用公路黄，卡特彼勒在1931年还做出了另外一项重大的改变，那就是将工程设备上面的红色装饰色改为黑色。于是这种在1931年诞生的黑黄组合，至今仍然是卡特彼勒的标志性外观。但你如果要仔细的观察的话，早期 CAT 的黑黄和如今的黑黄还是略有不同的。那是因为在1979年，卡特彼勒停止使用公路黄，启用了全新的卡特彼勒黄。为什么？因为前者它没有专利，后者它握有专利所以现在的黑黄配色也就成为了卡特彼勒设备的代名词。我个人感觉卡特彼勒黄要比公路黄更加柔和和美观，你们觉得呢？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为什么黄色可以占领工程设备的天下？以下4个原因都很重要。第一，可见性。黄色它是一种亮丽、引人注目的颜色，具有卓越的可见性的特性。在可见光谱的7种颜色当中，黄色是最容易在远处被看到的颜色之一了，这就使其非常适合用于施工设备。它的可见性在低光条件下尤其是有优势的即使在黑暗当中也能够凸出来。黄色还与各种背景，包括地面、灰尘和其他环境条件形成了对比，确保施工机械易于辨识。第二，安全性。黄色的高可见性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警告颜色，有助于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性。黄色施工设备在困难条件下也能够被轻易的看到，使工人和行人能够清楚的识别机器的存在，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这种视觉清晰度在防止事故和确保施工活动附近人员的安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警觉性。黄色被认为是一种高能量的颜色，可以刺激心理活动。这种刺激可以增加机器操作员和施工工人的能量和警觉性。使用黄色施工设备有助于提高警觉状态，促进更安全、更高效的工作场所。这种颜色与警觉性的关联，为施工操作增加了额外的安全性和效率。第四还有就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了。几十年来，黄色一直它都是施工设备的标准颜色在施工行业和颜色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文化的联系。黄色的持续使用为施工机械确立了视觉身份，使其一眼就被识别了出来。人们自然的就将黄色与施工联系了起来，强化了其作为施工设备首选和标志性颜色的角色。欢迎大家把你拍到的一些超酷的工程车辆的照片发到咱们的评论区里面看看吧。如果有那种不是这样的传统的黄色的照片，就更好了，赶紧印度的潜艇可不一般因为它有一样在世界上那些最先进的潜艇上都找不到的功能——逃生舱。在全部4艘西苏马尔级柴电攻击潜艇上都配备了如图所示的安装在舰桥前方的逃生舱，里面呢是个2层楼的设置，由德国航空航天工程设计研究所设计，可以容纳整艘潜艇上面的全部40名船员，能够承受与舰体相同的压力，拥有独立的8小时供氧能力，并配备了供艇员短期生存和通信的必要物资。是不是相当先进但是它有点先进过头了因为西苏马尔级呢是个小潜艇，本身的空间就不富裕，还要让出大量的空间，尤其是压力舱的空间肯定是划不来的嘛。它又不像俄罗斯的台风级，对不对？连游泳池都能够装得下，再多装一个逃生舱又能怎么样呢？对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印度，也就只有俄罗斯的潜艇装了逃生舱了。
而且啊，人家的逃生舱呢还不占用压力舱的空间，是将剑桥切掉一部分来安装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和谐了。你看这张照片就很像我切西瓜的手法嘛。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钱又惜命的美国人不在自己的潜艇上搞逃生舱呢？因为有2个原因嘛，不科学和不值得。99%的海洋远远胜于潜艇能够到达的深度啊！即使你设计了能够承受极端压力的逃生舱，艇员也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其中才行嘛。但潜艇自身的崩溃呢，可是等不了你那么久的。好，那我不管3721，就是要给潜艇加一个能够扛住极端压力的逃生舱，可以吗？技术上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么做必定就会压缩潜艇内部的有限空间了。把这部分空间给让出来，就意味着会有另一些东西被拆除掉。所以你在这么做之前呢，得要认真的思考一下，它值得吗？显然，大多数国家得出来的答案都是不值得，而且俄罗斯还用真实的案例帮大家验证了2次重大事故，逃生舱几乎都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啊。好，既然没有逃生舱，那如果潜艇真的在水下遇到麻烦了，艇员该如何去逃生呢？有2种办法啊，一种是穿上特制的带有有限的氧气，能够隔热并拥有浮力的防水服进行失舱逃生。所谓失舱逃生，基本上呢就是在穿好服装后进入到一个特殊的舱室，然后放水进来，当潜艇内外的水压一致之后呢，再从出口游出去浮上水面。当然，这是装备好一些的情况，那差一些呢，就只用一个叫做斯廷克头罩的装置，只把头部给罩起来，然后还可以选择从鱼雷发射管去逃生嘛。好，第2种办法呢就要舒服多了，派遣深海潜水救援艇前去营救。它本质上呢也是一艘小型的潜水艇，可以跟遇难潜艇的逃生舱口对接，将艇员转移到这个里面之后呢，去逃出升天。当然，前提是沉没的潜艇没有翻个底朝天才行啊。惊悚片里面呢，总是少不了僵尸的身影，但宇宙里面也有僵尸，你信吗？2008年，哈勃望远镜在距离我们地球25光年外的地方呢，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将它命名为北落师门贝塔。而听名字呢，就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神秘的气息啊。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了啊！当科学家想要对北落师门贝塔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时，这颗行星却忽然在宇宙中消失不见了。科学家们想尽各种方法都没有再次发现它的踪迹啊，于是大家就认定这颗行星已经死亡，成了一片巨大的尘埃云了。可是2009年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啊！当科学家再次观测这片区域时呢，这颗已经被宣判死亡的行星竟然又被红外线给捕捉到了，贝洛师门贝塔死而复生了。于是这颗行星就因其诡异的行踪呢，被科学家冠以了僵尸行星的名号。作为一颗行星北落师门贝塔环绕的恒星也自带魔幻特效。这是一颗被称为北落师门的恒星，它位于星系中央，整个星系看起来呢宛如一只巨大的眼睛，因此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索伦之眼。这只眼睛在黑暗的宇宙当中炯炯有神，仿佛能够洞穿一切。北落师门星系如此惊艳，是因为它和土星类似，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尘埃环。死亡的恒星和磁星让这个尘埃环呢看起来异常的美丽。僵尸行星就是这个光环中的一颗行星了，质量大约是木星的3倍，但它的行踪诡异，并没有按照尘埃环的圆形轨迹运行，而是穿过巨大的尘埃环，沿着一条椭圆形的轨道运行。僵尸行星距离恒星最近的距离呢是74亿公里，运行至最远点距离恒星约434亿公里。科学家将僵尸行星这种高度椭圆的轨道称之为极端轨道。僵尸行星的运行周期呢非常漫长围绕北落师门恒星运行1周大概需要2000年。根据高精探测仪的观察，僵尸行星正在一点点的远离母星，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另外一颗行星进入到星系所导致的。僵尸行星所在的北落师门恒星本身呢是属于一个双星系统的，和恒星南鱼座 TW 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随着南鱼座 TW 带来的外来行星的加入呢，星球间的作用力于是改变，北落师门主星与这颗外来行星的相互作用力越来越强，而僵尸行星对主星忽近忽远的态度呢，终于被嫌弃了。喜新厌旧的北落师门恒星显然正在一点点的把僵尸行星驱逐出星系看来在宇宙中也在上演电视剧中的爱恨情仇实际上呢，看宇宙可比看电视剧来得精彩得多这本 NASA 自然百科认识宇宙又是其中的佼佼者，轻轻翻开，慢慢品读，你会感觉到宇宙就在指尖划过，非常奇妙，你一定要亲自体验。
这是海王星，太阳系最边缘的一颗行星啊，距离我们超过40亿公里。迄今为止，到访过它的人造物体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枚旅行者2号探测器了。实际上，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旅行者2号在1989年8月靠近海王星时拍到的真实画面。想想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啊，因为对任何从地球上扔出去的物体而言，想要到达这里呢，都是极不容易的。首先，第一是速度。在太阳系里面呢，太阳就是一个巨大的坑，谁想要从这个坑里面跳出去，都得要跟太阳好好的掰扯掰扯。尤其是当你离这个坑的中心还特别近的时候。众所周知，地球在太阳系当中呢排行老3啊，我说的当然是距离上的。除了水星、金星以外呢，就是地球挨太阳最近了。于是想要从这里发射一枚探测器，逃离太阳引力的魔掌，去往太阳系的外围，甚至跟太阳系说拜拜，那简直没有任何的可能啊！因为哪怕我们使用最强大的火箭，它们也只能为探测器提供大约每秒10公里的速度，而计算显示从地球出发想要逃离太阳系，速度必须要超过42公里每秒才行。哎呀，这也差得太远了吧？算了，没啥指望了啊，咱这辈子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太阳旁边得了。但天文学家会这么规矩吗？不啊，他们就琢磨出来了一个办法：出门旅行怎么能只靠我们自己呢？必须得拉上朋友帮忙才行啊！而且他们都还是大朋友，行星。是的，2个方面。第一，由于地球本身照着太阳的飞行速度呢，就有大约30公里每秒了。于是，只要咱们顺着地球的运行方向把探测器给甩出去，它在获得速度加成之后呢，就至少有了40公里每秒的速度了。你看是不是一下子就离那个42公里每秒的阈值不差什么了呢？好，第二剩下的速度去问别的行星要呗，这就是所谓的引力弹弓了。咱们这儿呢就不再展开了。如果你想让我详细的讲一讲，就在此刻的弹幕上扣个1吧。简单理解就是在我选择以合适的角度切入某颗大质量星体的附近之后呢，便可以利用它的引力对我的拖拽，实现加速抛射的目的。现在很多的深空旅行都会利用到引力弹弓。但是对于旅行者2号，当然还有1号来说呢，他们要用的引力弹弓又特殊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做梦都想要到太阳系的外围去看一看时，他们突然就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经过一番缜密的计算之后呢，他们发现一场175年一遇的天文奇观即将发生。届时地球、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将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排列状态，从而能够允许一枚探测器在一次任务当中分别借助它们的引力，将它们全部访问一遍的同时，还获得了离开太阳系的船票。这便是旅行者1、2号的任务了。不过，算出轨道是一回事，要把这个轨道放到太空当中，还要让2枚探测器准确无误地沿着这条轨道前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拿第一个弹弓木星来说旅行者号想要从它那里获得动力，并且还不偏离自己未来的方向的话，它必须要在准确的时间点、准确的距离上穿过这个窗口才行。这个窗口有多大呢？直径大约150公里，相比起木星可能连睁眼都算不上吧。而且旅行者的穿越速度还是惊人的每秒10公里所以任务的成功执行必要的2个条件就是超级准确的速度精度和位置精度。那么旅行者是如何做到的呢？主要靠这几个系统：天线、太阳传感器、恒星跟踪器、微型推进器和陀螺仪。第一步旅行者在旅行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之内呢，都必须要将它的天线对准地球才行，这样它才能够跟地球保持通信嘛。于是位于天线罩上方的这个太阳传感器呢，就会不断的控制这几个调制推进器，来让自己始终将太阳框在圆心当中，等于是锁定了旅行者探测器的 X 轴与 Y 轴方向。那 Z 轴呢？要是你不锁的话，旅行者还是可以这样滚动好，这是恒星跟踪器要干的事了它正好跟太阳传感器成90度角，通过将空中指定的明亮恒星框在圆心，实现了对 Z 轴的锁定。当然也要借助调制推进器的喷射了。于是乎呢，旅行者的天线就能够始终对着地球不偏航了。可是它还有任务在身比方说在路过木星、路过土星、路过土卫六的时候，还必须要转过身去给他们拍照才行这一转身不就迷失方向了吗？怎么可以呢？所以才要叫上陀螺仪的帮忙嘛。它可以精确地记录旅行者在3个轴向上所转过的角度，并通过计算来继续保持航向。
那又是怎么计算的呢？通过不停地跟地面交换信号实现的。由于光速不变啊，所以通过信号收发之间的时间间隔，就能够计算出旅行者号相对于地球的距离。再通过2次信号测距之间的距离差和时间差呢，就能够得到旅行者号的实时速度数据了。然后不断地测量这些数据啊，就能够将旅行者号在太空当中走过的路径给绘制出来了。拿这个路径去对比标准路径，如果有偏差，就及时打开推进器调整，不就好了吗？然后啊，如果速度有偏差呢，也能调的啊，因为在旅行者的背面呢，还有几个调速的推进器，速度不够正着推，速度过了倒过来推，就能够始终把旅行者控制在正确的道路上。事实上，正是这套系统的出色配合，当旅行者2号路过木星，问对方要弹力时，它跟设计之间呢，只有1.4秒的时间偏差和60公里的距离偏差，相当的不可思议啊！跟泰米缤纷水世界的作者一样，我也是一个对水世界着迷不已的人，所以才会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放上鱼缸，建立起这样一个水中的迷你世界。但是它太迷你了，尤其是考虑到水下生物圈是占掉了整个全球生物圈90%以上这个事实时，所以更有趣的水下世界还是要翻开这本书嘛。雪茄达摩鲨看起来可爱，实际上阴险啊！为了将猎物身上的肉以完美的圆形整个咬下来，它的牙齿呢会常换常新，始终保持锋利。所以别看它长得娇小，却是个实打实的鲨鱼啊！稍微掉以轻心，就会被它在身上盖上印章。大鳍后肛鱼，你以为它之所以得名如此，一定会跟肛门有关吧？不，事实上呢，它特殊的是一对绿色的眼睛了。这对眼睛深埋在脑袋里面，并没有露出来的地方，却依然能够看到外界的事物。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整个脑壳都是透明的嘛，就像是开了一个天窗一样，可以隔着玻璃洞察世界，神奇的没有道理啊！还有这个家伙，七鳃鳗。不用化妆就能去演恐怖片的1号了而且你还分辨不出来是男1号还是女1号。当然，人家长成这样呢，也算是拼了的自打3.6亿年前在地球上出现，就从来不曾进化一丢丢，生怕把主角光环给丢了。这本书里面的货实在是太多了总之，跟水有关的里面都有所涉猎，图多字少，印刷好，你们还是买回去自己看吧。你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肩负着使命的吗？我给你讲个故事。1989年7月19日，美联航232航班刚刚从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它本次的目的地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直飞该航班的机型是一架麦道 DC-10， 它是一架3引擎的宽体机。除了挂在机翼下面的2台引擎以外呢，在垂直尾翼的底部还装着第3台的引擎，因此适应性很强，可以在较短的跑道上起降，也可以前往海拔较高的机场。但是这些都不是故事的重点，重点是上天专门为这趟航班安排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丹尼斯·菲奇，他是一名飞行员，但是在这趟航班上呢，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乘客。菲奇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有，他对一件事情特别的痴迷，可以说是痴迷到了癫狂的程度，那就是研究日航123空难。我们都知道日航123空难吧？1985年的8月12日，一架波音747在飞行的过程中，垂直尾翼突然脱落，导致整架飞机上面的液压系统完全丧失，飞行控制系统就因此而失效了。尽管机组人员努力想要尝试去稳定飞机，但它还是在32分钟之后坠毁了。机上一共有524个人，几乎无人生还被称之为是航空史上最致命的单机事故。好，事后各方都在积极的去调查并解决问题，以避免未来再次重蹈覆辙。但除了这些官方呢，还有一些个人也将自己的大量精力扑了进去。比方说丹尼斯·菲奇，他本来就对各种航空事故非常着迷，更别说日航这次这么大的空难了。在仔细研究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想要看看自己能否去驾驶这架注定会要坠毁的飞机。于是他就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在模拟机上实操，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为了完成心目当中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时间回到1989年的7月19日，地点回到正在空中11000米的麦道 DC-10上。谁能够想得到有一天他所乘坐的飞机居然遇到了跟日航123一模一样的状况，机尾发动机的风扇突然就发生了爆炸，在脱离飞机的过程当中呢，就撕裂了全部的液压系统管路，于是所有的控制面失效了。哇塞，你说怎么可能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呢？难道飞奇每日不懈的训练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吗？他冲进驾驶舱跟机组人员一起，通过他丰富的模拟经验，利用油门艰难地将飞机维持在稳定状态，直到迫降。
最终232航班还是坠毁了，但是在与地面撞击之后，机上296人当中，居然有高达184人幸运地活了下来，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丹尼斯·费奇，就是一个永远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人。所以你的使命是什么呢？考你一个问题啊，人类为什么会演化出大脑袋？主流的解释是，制作与使用工具是驱动大脑变大的关键。因为大约在200万年前呢，人属物种将石头制成了武器，并且开始狩猎野兽，持续摄取越来越多的脂肪与肉类。于是，新的饮食习惯又反过来让人类的脑袋变得越来越大，认知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最终呢，就成为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了。但是，它对吗？不一定啊，因为事实上，制作工具根本就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脑力啊。就在我们身边，有不少的动物呢也会制作工具，但它们的脑袋大吗？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只是为了制作工具，人类的脑袋根本就没有必要长到这么大嘛。那好，人类的大脑袋究竟是为什么而长的呢？你一定猜不到，因为它是为八卦而长。这是另一派学者主张的所谓社会脑假说，因为刚刚演化出直立步行能力、手握师傅站在非洲草原上面的早期人类啊，看起来真的是只有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们体型不够大，脑袋不够聪明，跟其他掠食动物相比起来，简直是弱爆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想要生存呢，就只能采取一种方法：集体狩猎。然而，想要随时约到别人跟你一起打猎，你就得先要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结构才行嘛。于是，为了分享和收集讯息，人类发展出语言这样一个高效的沟通手段。为了进行社会性的接触与情感上的交流，我们很早就学会了八卦：谁怀孕了，谁跟谁走得更近了，谁的眼睛最近看不清楚，等等等等。所以啊，八卦无罪，它恰恰是把我们变成人的关键因素啦。迄今为止，人类造过的超过100米高的火箭有2枚，土星5号和星舰。但既然两者体积相当，为什么星舰要使用几十台小发动机，而不像土星5号那样只用5台大发动机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跟要不要重复使用有关了。因为火箭发动机呢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啊，就是一旦开机，基本上只能在100%的推力下运行了，哪怕通过节流的方式，也只能将功率下降到原本的70%左右。这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啊，它的使用弹性太小了。比如同样是发动机，但一台典型的汽车发动机却可以在大约300 RPM 和7000 RPM 之间的范围内任意变化，使最快速度和最慢速度之比超过了20:1。即便这样呢，我们还是要用到变速箱来进一步的拓展汽车的速度变化范围。好，于是到了火箭上，改变推力，我们只能靠打开或者关闭发动机来完成了。比方说星舰啊，其起飞重量超过5000吨，也就是说，此刻发动机必须要提供超过5000吨的推力才可以将其举起。但是当它将有效载荷送到轨道，燃料几乎消耗殆尽，自己重新返回，需要再次使用发动机减速托举并稳稳地停下来时呢，它此刻的重量是多少？大约100吨，只有之前的2%了。这就意味着你要么能够让火箭发动机也跟汽车发动机一样，能够拥有非常宽的速度变化范围，要么就装上很多台推力较小的发动机，起飞时全开，降落时只开其中的2台。显然啊，前者我们暂时还做不到，所以 SpaceX 只能选择后者了。好，除了重复使用这一个原因，你还知道或者认为还有别的一些什么原因吗？留言区来分享。朋友们，这一款显微镜你有没有用过？满满都是回忆啊！尤其是看到装它的木头盒子时，一下子就穿越回到了中学生物课上第一次用显微镜看洋葱皮细胞的时候。事实上呢，几乎没有人不会被微观世界所吸引的，尤其是孩子。但是这台老古董毕竟已经过时了啊！如果你还是个孩子呢，一定会更加喜欢这台显微镜的科学罐头1600倍高清显微镜。造型参考了经典设计，但是却融入了很多的新的元素。比方说，以前我们补光呢是需要仔细的调节下方这个反射镜的角度的，但现在这个补光啊，直接打开 LED 灯就好了，上方下方都能补光，让标本看起来通透清晰啊。
比方我们以前只能把眼睛怼上去费劲儿的搜索，但现在这个显微镜直接接上手机就能够在屏幕上看了，还能拍照，还能录视频，简直翻倍的快乐啊！盒子里面呢还赠送了专属实验台和大量的标本与工具，既可以拿出来直接就观察，也可以发挥好奇心，将身边的事物做成标本，放在这个经典的旋转物镜之下，进入微观世界。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该给孩子送什么样的礼物，那么选它就没错了。酒后开车已经相当危险了，那如果是酒后开飞机呢？关键是这还不是酒后开飞机啊，而是边开飞机边喝酒，怎么回事？驾驶苏联第一架超音速轰炸机图22的成员们就会这样一边飞一边被迫饮酒，不是吸酒啊，因为为了给机组成员提供空气以及给他们制造一个温度适宜的驾乘环境，图22的设计师专门开发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空调系统。该系统会借助发动机的压缩机来提供空气，并让它通过一个由 60% 的水和 40% 的酒精混合在一起的蒸发器，借由酒精的蒸发吸收热量，最终呢向机舱吹出凉爽的冷气。你注意到没有啊？ 60% 的水和 40% 的酒精混合在一起叫做什么液体啊？这不就是伏特加吗？对的啊，每一架图22在出发前呢，都会装满大约200升的伏特加，并以每飞行小时40升的速度消耗。如果完成任务降落后还有剩余，那么机组就会慷慨的把它们跟地勤一起分享掉。毕竟他们在空中也差不多吸饱了。于是图22因此也多了一个别称——超音速酒罐。好，这个超音速酒罐呢，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你要是想听的话，就留言来告诉我，我安排上。我告诉你，军旗你一定下不过我，因为我通过多年的拜师学艺，已经掌握了一整套排兵布阵的无敌招法。不信你就来试一试。正好用这个即刻的智能军旗，把双方旗子摆到擂台上呢，就能够比出大小了，既省了一个人力，还不怕裁判也会作弊。好，我已经摆好了，随便你拿什么旗子来吃我，你也赢不了的。怎么样？是不是发现不管你有多大的官，总是会遇到我的比你更大的官啊？这就对了嘛，无敌阵法就是这么灵啊！想学吗？很简单啊，把你的旗子呢全部换成我特意设计制作的作弊旗子，它们通通都是司令，然后再贴上别的头衔就好了，是不是很好玩啊？G 克的这个智能军旗呢，是通过每个旗子里面4堵高度不一的隔墙来识别的。这4堵墙相当于是每个旗子特有的条形码。当把它们放到识别区之后呢，棋盘就会根据哪几个按钮被按下来，确定你放上去的是哪一枚旗子。如此咱们就可以作弊了，用 3D 打印照着最大的官司令来做一批棋子，对方显然是怎么打都打不赢你了。你看，新瓶装旧酒，既能勾起自己满满的回忆，又能跟孩子朋友快乐的厮杀。携带方面不挑场景，是聚会、露营、家庭日中氛围组的扛把子啊！你不赶紧准备一个吗？对了作弊棋子我就不送了，免得你拿它们去作弊就不太好了。螺旋桨飞机能够飞出超音速吗？能也不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当螺旋桨飞机的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螺旋桨将面临以下情况：一、压缩性流动问题。当飞机接近音速时，空气流动会产生压缩性效应，即气流在螺旋桨叶片前缘形成激波区域。这种压缩性流动呢，会导致在螺旋桨叶片表面形成高压区域，增加了气动阻力，并影响螺旋桨的性能。二、气动失速。当螺旋桨叶片接近音速时呢，其某些部分可能会达到音速或者是超过音速，而其他部分则仍然处于亚音速状态。这种不均匀的气动状态会导致部分叶片发生气动失速，即气流无法继续顺利的流进叶片，降低了推力产生的效率。三、音爆和振动。当螺旋桨叶片旋转速度接近音速时呢，会产生音爆和振动问题。音爆是由于叶片前缘遇到超音速气流时产生的冲击波所导致的，而振动则是由于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受到不均匀的气流的影响。这些问题呢，不仅会影响飞机的性能和稳定性，还会产生巨大的噪音嘛。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呢，螺旋桨飞机在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就很难进一步的加速去真正实现超音速飞行了。但有的人啊，就是不信这个邪，非要去试一下才肯罢休啊。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后就造出了2架飞得最快的螺旋桨飞机来验证，有了涡轮发动机的加持，螺旋桨能不能焕发新生呢？先是50年代初的 XF-88B， 它很厉害哦，是第一架也是唯一一架飞过了音速的螺旋桨飞机。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螺旋桨飞机还是能够飞出超音速的。但是呢，它开了个挂啊，因为在其飞行测试期间呢 ，XF-88B 在用螺旋桨产生推力的同时，也使用了2台带有加力燃烧式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啦。于是它的超音速呢不纯粹啊。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第一步的实验目的基本已经实现了，那就是看看将这2种推进方式整合起来之后，到底能够收获哪些好处呢？当时啊，虽然早期的喷气式战斗机已经出现，但是它们在起飞时的速度较慢，需要一段很长的跑道才行啊。这个恰恰是航母上没有的啊。而螺旋桨飞机呢，则具备出色的起飞性能。如果能够将2者的优点结合，岂不美哉 ？XF-88B 呢，显然就已经验证了这种组合所具有的潜在优势。尽管在探索螺旋桨飞机是否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好，于是此刻呢，工程师们有2个选择，一个是见好就收嘛，不再非要追求用螺旋桨来超音速了。而是去彻底拥抱喷气式，因为随着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展和涡扇发动机的成熟啊，超音速能力显然还是要让位给它的嘛。第2个就是不，我就是要用螺旋桨来超音速，之前超不了一定是技术上的问题，那我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不就好了吗？大家都是搞技术的啊，是我也会选后者的。于是1950年代末 XF-84H 呢就诞生了。它拥有当时直径最大的一副3叶螺旋桨，可以通过改变桨距来调整拉力。它装着一台将2台涡轮机塞了进去的大力发动机，带上加力之后呢，能够输出超过7000匹马力的动力。它将水平尾翼高高升起，它在驾驶舱后方加上额外的叶片，它全副武装的把自己包装成了看起来就能够超音速的样子。但是啊，它飞得最快的时候呢，也没有超过0.83马赫，远低于它最初设计的目标了。是不是挺悲催的？好在它有一样实力是没有让人失望啊，制造噪音。由于那副不锈钢方尖螺旋桨在转起来之后，其夜间的速度已经是超过了音速的，于是，在音爆和震动的叠加之下呢，它制造出了惊人的噪音。据说，当它在地面上滑跑起来时，远在40公里以外都能够被惊扰到。而你要是不幸成了它的地勤，恶心和头疼就算是最轻的了啊！要是稍不注意靠得近了一些，癫痫都能够被它给震出来啊！这是真事啊，发生在一位倒霉的地面工程师的身上的。于是，既飞不快，还毛病一大堆。XF-84H 呢，很快就被叫停了。用螺旋桨飞出超音速的执念也由此成为了过去式了。